你丫的！万万没想到，视频中这位俄罗斯选手如此嚣张，登场时竟对着台下中国观众疯狂辱骂，不仅让中国观众惊愕的鸦雀无声，更狂妄地声称中国人皆为东亚病夫。他猖狂至极，称一拳能打死10名中国人。看他那双凶狠的眼眸，便可知此人绝非善类。然而，随后登场的中国选手却毫无惧色，他便是来自山东的勇猛战士郑兆玉。自其踏入赛场以来，胜败皆有，但从未退缩。此次当然也不例外，他屡次击败来华挑衅的外籍对手，战绩赫赫。废话少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郑兆玉暴打老外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。小编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发大财。随着裁判一声哨响，比赛正式拉开帷幕。红方选手正是中方悍将山东豪杰郑兆玉，蓝方选手则是来自俄罗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。这家伙不愧是战斗民族的代表。比赛刚一开始，便急不可耐地向郑兆玉的内圈发动猛攻。郑兆玉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迅速调整状态，连续施展数记精妙的防守反击，不得不赞叹二人实力均属顶尖。这场比赛定将超越想象，精彩绝伦。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！这一方面呢，也是一种心理战，就是3板斧，所谓的下马威。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，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，包括他的走动，包括他的眼神，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，就像饿虎一样。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，就不过如此吧。米哈伊尔此时恍若脱缰之马，自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他始终掌握主动，未曾有过喘息，并且攻势愈发猛烈，不断冲击中国选手的内围。明显可见，他意图在体力耗尽之前，以强势 KO 终结对手，从未曾考虑过点数取胜之道。幸得郑兆玉状态调整得当，因而并未落入下风，局势尚存悬念。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。开始。一路不管，左右之前出。Do you think the black shirts get a better kicking or boxing? 好，继续。这是个里勾腿，中国武术打法中呢，属于那个小活。面对对手无比凶猛的猛烈攻势，郑兆玉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斗志，当即将米哈伊尔高举过头，重重置于地面。这一招虽非致命，但气势如虹。对手的狂暴进攻中被打断。倘若对手继续维持先前的攻击态势，相信郑兆玉定会再施一记力拔山兮的壮举。漂亮！打得非常的干净。I think blac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. Yeah, it's hard too.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。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. 而且我们看这个风格，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，他在攻击对方时候，他打完拳之后呢，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。比赛进入第2回合，经过首轮的交锋，郑兆玉已对对手的战术风格了如指掌。此轮他选择主动出击，绝不给予对手掌控比赛节奏的机会。相较于对手那毫无章法的蛮力冲撞，郑兆玉的战术运用显然更为成功。他多次抓住对手的防守破绽，发动攻击，此举几乎将对手的后路完全封锁。对手若想取得胜利，除了力求强势 KO 中国选手外，似乎已别无他法。因为我刚才在问说，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，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？会比如说先生，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，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一下解决战斗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呢，可以跟霍利菲尔先生讨论一下，就是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，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。我们发现有些拳手打的是很轻松，可是呢，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。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？So a lot of people, they thre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, but they didn't get the point.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, getting better quality, the punch?
米哈伊尔的持续猛攻使郑兆玉的怒火不断积聚，其攻击能力确实非同一般。郑兆玉虽感愤怒，却对对手束手无策，只能凭借对手的进攻漏洞逐步积累点数优势。此时，郑兆玉的教练不断指示他与对手保持距离，通过中远距离的较量拉大两人点数差距。即便最终未能上演 KO 的震撼场面，亦能凭借压倒性的点数优势赢得比赛胜利。我们听到场那边的教练也在指导中方的说，对方已经没什么劲儿了，可能体力下降比较快。从年龄上看呢，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，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，所以从体能储备上，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想必各位观众也已察觉，对手除了逼近郑兆玉的内围进行拳法进攻，再无其他攻击手段。其双腿甚至未曾对郑兆玉构成过威胁。事实上，这家伙以前打的是拳击比赛，即便现今转战自由搏击擂台，亦无使用腿技之习惯。郑兆玉大可针对此点大展拳脚，即便力求 KO 对手，亦非难事。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帮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。比赛已经临近尾声，郑兆玉毫不犹豫，在比赛刚开始便再次将米哈伊尔摔出擂台。尽管比赛规则禁止双方选手使用摔技，但这一攻势已完全激发出中国选手的磅礴气势，即便因此扣除部分点数亦无大碍。然而对手的状态依旧高昂，看似未受丝毫影响，但人终究会力竭。关键在于郑兆玉能否坚守至那一刻。现在从霍利芬的先生讲，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，一个重拳的 KO， 否则的话，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，他可能从点数上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也说，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，可是效果上呢，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，掌握场上的主动权。其实从整个第二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，红方的拳应该是23-10，腿是2-1，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，现在霍利芬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，必须需要一个重拳，必须要把对方打倒。Yeah, the Blanchard need a knockout from one hit. Yeah, one punch. Yeah, that's what he need. This guy don't beat him 2 rounds. Yeah, 而且前2回合红方已经在领先了。That will. 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. 此刻，米哈伊尔那让他自豪的猛冲战术已逐渐失效，在内围战中反被郑兆玉全面压制。显然，他的体力已近极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中国选手的抗击打能力竟如此出色。看来他即将发起最后一波猛攻。只要郑兆玉能够顶住这一波，那么 KO 对手亦非难事。这个组合呢，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It's a very physical game.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. He got heart. He bagging back. 用霍利芬是讲，中国的孩子表现出更有心计，而且他更有智谋。所以我们打比赛呢，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。It'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. So they don't go by looks. Right? 从他的解读更加说，你不要光看那块儿打不能光看外表。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"透过现象看本质"对。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. Yeah, nice physique.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，他上肢好像看着就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。这个战术是对头的。比赛结束了，虽未出现精彩的 KO 场面，但郑兆玉依然凭借着近乎碾压性的点数优势，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不得不说，对手的进攻能力确实很强，但在这场较量中，最终还是我们的中国选手更胜一筹。
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郑兆玉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